牙》这本书，它其实有点像一座森林吧，主要是情感，各式各样的情感构成了一座很密不透风的森林，好像里面走着很多人一样，但是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走出这座森林的出路吧。我觉得我基本所有的小说都有很强的自传色彩，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，就是因为在大家的概念里面，小说应该是非虚构的。我曾经很受困扰这个问题，因为我有很多素材都是取材于我自己，还有我身边我的朋友们，也就是其实是从我的世界来出发的，就是我虚构的成分在里面，大部分都是从一些细节上来虚构的。就比如说我这个人物，我已经从我身边找到了原型，那么我可能会把我认识的2个人或者3个人，把它拼接成一个人在里面，但是我没有办法说它多少是真的，多少是假的。到后来我已经自己想明白了这个问题，我认为但凡是用小说的方式来写下的作品，那它都应该是小说，而不是什么传记啊，或者说是80年代的时候特别流行的一种题材，好像是就是报告文学，就是主要是以英雄人物或者说是那种好人好事构成的，好像也有那种什么铁窗泪啊之类的，就是以警戒他人用的一些作品。但是这些报告文学的要求就是你这个所有的素材都得是真实的，包括时间地点然后发生的事情，你不能夸张或者里边有虚构，你也不能添油加醋添砖加瓦。所以我觉得我的小说其实它还是小说，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说它里边100%都是真的，因为那样的话我就是要为里边的人物来负责任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来为他们负责任，因为我有时候写着写着，那他的整个人他就不再是我原来构想的那个人了。其实这些年我也读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作品，我会发现像那些经典作品它真的是以非虚构为主，但是这些年就我看到的一些当代文学类的，它其实很多都会有作家的影子存在，或多或少。我昨天重新看了一遍麦卡勒斯的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，因为我看过麦卡勒斯的传记，我知道他会弹钢琴，而且音乐是他的最大的爱好之一。那他在里面就塑造了一个女孩，就是特别穷，而且特别爱弹钢琴。那他塑造这个女孩一定是有她的影子，其实就是她自己，是她人格的一部分吧。你当然不能跟她完全画上等号，这是她从她自己这边得到的一个素材吧。所以她塑造了这个女孩。由于我是她粉丝嘛，因为我是她读者，所以我一下子就能看出来。那我相信就是很多作家都会在小说里边塑造一个人物，或者说里边有一些氛围是他非常非常熟悉，非常非常了解的。有的时候那些情绪是他非常真实的感受，但是由于他在小说里面，那只有你非常了解他，你才知道。那如果你不了解的话，其实无所谓，对不对？就像你是一个厨师一样，那你到底用什么素材给你做呢？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干净好吃，你爱吃，这就够了。对，我还特别喜欢一个作家，就是这些年特别喜欢的，是挪威的一个作家，我突然忘他叫什么了，因为他那名字特别难读，特别长，但是他那个小说的名字很短，叫《我的奋斗》，像希特勒的那个，但是他就是《我的奋斗》是第1部、第2部、第3部、第4部、第5部。前4部我看了第4部，第1部、第2部正在看，然后我的朋友正在翻译第5部，然后也给我发过来，我也在看。他写的全是真事儿，全是真事儿。但是我在读的时候就不重要，因为你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写，比如说你可以用一种拼贴，然后日记、意识流。然后时间倒错，你会有很多很多这种方式来写，即便他写的他自己都承认这全都是真事，可是我觉得一点儿不重要。我经常会看着看着我就完全被带进去了，我感觉完全像是在看电影一样，就是身临其境。如果那是真的，我觉得也可以；如果是假的，也无所谓。我有一种看电影的一种虚幻的感觉，这不就可以了吗？虽然都是真的，因为它里边没有写什么科幻类的，什么那种突然什么来一个案件破案的，不是，因为那样的话就属于类型文学了。他写的还是纯文学，纯文学还是老老实实的、严肃的，你真的是没有办法说这个东西它是归到一种什么其他类型里，它就是一种纯文学的类型。
我今年的计划就是从原来的有很多很多想法，变成了现在只要活着就好，并且就是能写多少写多少。我本来今年要整理我的文集，因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要再版我的9本书，应该是还有一本是新的，叫《轰炸机》的短诗。本来我应该已经交稿了，但是由于今年非常没有时间，前半年全都用于就是比如说生存，接下来半年不知道我能够整理多少，主要还是写短篇小说、写诗和整理我的文集吧。能整理多少整理多少吧。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应该接受这种变化，随遇而安吧。